面对这肆虐的火焰巨人，人类确实只能抱头疯狂逃离，就像蝗虫过境般，火焰过后就成了一片废墟、灰尘，空气中还夹杂着刺鼻的气味。截止到1月13号，加州的这场山火造成的24人死亡、16人失踪，烧毁了数千座的房屋，据估计经济损失达到了1500亿美元。因为圣安娜峰的原因，这场山火似乎还没有停止的迹象。2025年1月7日，这一天的风干热得刮得那叫一个大。对于洛杉矶的居民来说，可能还以为这只是个普普通通的星期二，但谁也没想到，火灾的起点貌似是州立公园附近的一个小山坡上。大概上午10点半左右，消防员接到了火警电话，而且表示火似乎已经扩大，加上风，只要20分钟就能扩散到200英亩的范围。火就这样在全美国最富、最漂亮的地段之一帕西菲克帕利塞兹烧了起来，帕利塞兹大火就两烧了起来。一开始，人们纷纷开车逃离，道路瞬间就被堵得水泄不通。面对这种情况，一些人选择了汽车保帅的做法，消防员只能用推土机硬生生推出一条路来。看着火越来越大，疯狂地吞噬着一栋栋房屋。下午6点钟，帕萨迪纳地区的一段峡谷也爆发了火灾。这里不仅有著名的威尔逊天文台，还有一所老人收容中心。好在提前有准备，威尔逊天文台并没有受到影响。遗憾的是，目前为止，在一段大火中已有16人伤亡。消防局立马启用了 UH-EH Super Heavy 多功能直升机、Sikorsky S-64 Skyline 空中吊车和 Grumman SRT、贝因747 Super Tanker、邦巴迪耶、希尔415等固定翼飞机。波音747 Super Tanker， 一看这名字，大家就能猜到其来历。它是由波音客机改装而来的，被称为超级空中水箱，是全球最大的灭火飞机之一，能够携带约68100升的阻燃激活水，用于大范围火灾的控制。到了晚上10点钟，赫斯特大火在西尔玛爆发，到8号下午7点，已经蔓延到了850英亩。晚上这风刮得简直就是飓风，时速都飙到70，甚至100英里了，直升机想飞都飞不了。浓烟滚滚，遮天蔽日的，连太阳都看不见了，消防员根本就控制不住。这种情况下，肯定会有人趁火打劫。于是官方在2个最大的疏散区开始实现宵禁，还叫来了加州国民警卫队帮忙维持秩序。有些人家里幸运的没被烧到，他们就拿着水管，提着水桶，搬着往还在冒烟的屋顶和院子里浇水。1月8号下午5点，位于鲁尼恩峡谷公园、好莱坞山附近的日落大火爆发，紧急疏散了当地数万居民。到目前为止，虽有许多小型火灾滋生，但都被迅速扑灭了，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。最主要的还是帕利塞兹、伊顿和赫斯特这3个山火。此时就有很多人还好奇，不就是个山火？那么在一些地方想要灭掉不是手到擒来的事，为何美国应付得如此艰难？我想应该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，大家可能没想过一个问题，那就是火焰的温度。很多人只是把水的沸点当成了火焰的温度，也就是100摄氏度，而火焰的真正温度是在600到1200摄氏度之间，森林火灾中的温度甚至能更高。要知道，这样的温度接触皮肤，不到1秒钟就能导致致命烧伤。在这样的火灾中，离火源超过15米才算安全距离。当然，长时间也会中暑或脱水。无至15米，热辐射会引发2度或3度烧伤；至于小于5米，超过30秒就会造成烧伤。而且，威胁还不光是火，还有大量的烟雾、有毒气体、二氧化碳、氰化氢等，这些气体能直接导致窒息和中毒。看到这，你就能知道森林山火到底是个什么了吧？当然，一些人可能光凭这些数据很难想象那个场景，这样你最好自己在安全的地方烧堆柴火体验下就清楚了。所以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先疏散群众，其次才是想办法灭火。根据野火联盟的统计数据，
这次的帕利塞兹大火是美国迄今为止破坏性最严重的火灾，超过了2008年的塞尔大火和1961年的贝尔艾尔大火。主要是这个地方是很多名人富豪的居住地，像什么霍普金斯、哈里斯列维呀等等，我就不一一列举了。加州的这次山火其实早就有预兆了，在1月2号的时候，美国跨部门消防中心就已经提出警告，南加州会出现高于正常水平的重大火灾潜力。同日，国家气象局也提到了防火天气预报。本来这2年因为风暴系统只影响了太平洋西北部和北加州，让南加州很多地区经历了记录以来最干旱的雨季。就说本来是该降雨的季节，因为厄尼诺现象导致没有有效的降水，让整个地区进入干燥状态。而2025年1月，拉尼亚现象又形成了弱势模式，本来已经极度干燥，再加上南加州的文化常客圣塔安娜风今年来的异常猛烈，所以这次大火就注定了的。圣塔安娜风是由美国西南部沙漠上空的高压引起的，该高压穿过南加州的山区通道，推向太平洋沿岸的低压区域，而且这些下坡风还会压缩和加热空气，降低空气的湿度，因此你会时不时的在新闻上看到加州火灾。主要因素就是它只是今年诸多因素撞在了一起，导致了这场大火。或许洛杉矶消防预算的削减也只能撑着一点小作用吧。2024到2025年，洛杉矶消防局的预算被削减了1760万美元，相当于2%。消防局局长克里斯蒂娜·克劳利认为，这其中700万美元的加班预算严重影响了部门对大型紧急事件的准备、训练和应对能力，并对住宅和植被清理以及消防检查造成阻碍。这说的难道平时的训练还要靠加班才能完成吗？显然是一种甩锅的行为，摆明的责任不全赖我身上。另外，作为洛杉矶一部分供水系统的圣塔伊内斯水库也因为年久失修，排湾水正在修补覆盖层呢，所以就导致有些地方的消防泵没水的缘故。反正这种级别的自然灾难却被些秀逗了。而且火灾后，人们依旧面临许多问题，比如停电、空气污染，学校也没法开课，还有娱乐、体育、交通以及供水等等问题，都需要一定的时间解决。在混乱中，还有青少年和成年人趁火打劫废弃的房屋。说来也挺逗，在废墟中能淘到什么好东西？大概率是觉得挺酷的行为。到1月9日，已有20人因此被逮捕，甚至还有人将加州野火归咎到 DI 上面。DI 指的是多元、平等和包容的意思。有人就纳闷了， DI 是如何跟火灾联系到一起的呢？就是说，因为 DI 政策，许多机构都会为员工进行 DI 培训，甚至大学里还有 DI 课，说很多人因为学习 DI 浪费了大量的精力，导致自己的本职工作没有做好。在我看来，显然完全就是一些不喜欢 EDI 的人呢强词夺理、借刀杀人。也有人说不想控制火灾，是因为山火会重塑森林的生态，不仅清理了地表的枯枝植被，还消灭了许多病菌。这意思是不是不能控制，而是不想控制。当然，这确实是山火正面作用的一种，但与之相比，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也太大了吧？甚至还看到一种说法，说山火可以改善土壤。或许很多人确实对这个问题不清楚哈。那我就简单给大家说一下，火灾会直接烧毁土壤表层的枯枝落叶和其他有机物，导致土壤中的有机质含量显著减少。这些有机质原本是植物生长的重要养分来源，有机质被燃烧后，土壤的碳储存能力减弱，这对生态系统的碳循环产生负面影响。其次，火灾的高温会破坏土壤颗粒间的粘结剂，导致土壤团聚体的分解，使土壤变得更加疏松和易于侵蚀。在某些情况下，高温会使土壤表层变得坚硬，形成异层、烧结层，阻碍水分渗透。火灾会使许多挥发性养分如氮硫随烟雾散失，同时还会破坏非挥发性养分如磷、钾的可用性。火灾后，土壤中的剩余养分可能通过雨水径流流失，进一步导致土壤贫瘠化。
土壤微生物对维持土壤健康至关重要，但火灾高温会杀死大量微生物，从而影响土壤的养分循环能力。比如说蚯蚓，大家应该都熟悉吧？这可是改善土壤的好帮手，但它们可能很难在火灾中生存下来。火灾清除了植被裸露的土壤，失去了植被的固定作用，更容易受到降雨侵蚀，导致严重的水土流失。在坡地区域，这种流失现象尤为显著，会使火灾后的山体滑坡风险大幅增加。所以火灾呢，看似有点的正面作用，和它所造成的负面效果相比，简直可以忽略不计。所以他们并不是不想灭火，而是没办法灭，只能等它熟。与之相比，疏散人群则要实在危险性也小得多。毕竟消防员又不是机器人，在这样的大火中，一不小心就可能深陷其中。当然，州政府免不了被谴责，历经发生的是死亡的人以及经济损失是实实在在的。而且拜登表示，这一次的财产损失，政府会100%进行补贴，也获得了大量的支持。至于火灾的起因，到目前还在调查之中。虽然有一名与肯尼斯大火有关的纵火嫌疑人，但并没有确凿的证据。此时，南加州的消防力量已经得到很多其他州的帮助，墨西哥也派遣了一支消防部队，甚至有将近950名的囚犯也参与了消防工作。当然，这种做法也是有争议的，因为囚犯从事高危工作的报酬是很少的，每天大概有$11，加上24小时轮班的补助费，最多不超过$15。最后，火灾确实是每个人都要注意的问题，比如家里平时使用的天然气、户外用火等，一定要人走火灭，以防引发火灾事故。从历史中我们得知，很多的火灾都是人类自身用火粗心造成的。大力宣传消防知识，让尽可能多的人懂得如何用火、灭火等等，还有消防设施的检查与维护，都是不可马虎略过的事情。如果当你遇到森林大火，千万不要想着自己一个人去阻止，第一时间是让自己处于安全距离，并通知消防中心，然后尽可能的疏散群众。至于一般的小火，最实用的一种就是隔离燃烧，就是把火势方向上的可燃物隔离开来。不过这种方法只适用于小范围内的火灾，像森林大火这样大面积，这种方法就需要很多人。但我们都清楚，这样的场景只要人一多，意外频率就越高。所以专业的事请一定交给专业的人去做，以及做些力所能及的帮助。对于火灾，大家有什么想法和建议，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我是敏感，喜欢我的朋友别忘了订阅本频道，